你相信巧合嗎？如果一個掌握着無數禁忌真相的人，在公開警告有人正在消失後的不到24小時，就突然被宣布自殺了，你還會覺得這僅僅是巧合嗎？就在2026年4月20日，一個讓全球 UFO 圈和神秘學界徹底炸鍋的消息傳開了。那個被稱為外星文明代言人，在遠古外星人裡坐鎮多年的大衛·威爾科克 （David Wilcock） 在科罗拉多州的家中去世了。官方給出的死因是自殺，理由是長期的抑鬱和財務壓力。但奇怪的是，就在他出事的前一天，他還在直播裡對着成千上萬的觀眾說，他非常熱愛生命，還拋出了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名單。他說，已經有11位頂尖的航天和核物理科學家莫名其妙的失蹤或死亡了，而他似乎就是那個第12人。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不能說的秘密？今天我們就来分析分析大衛·威爾科克之死背後那些細思極恐的細節。說起大衛·威爾科克，如果你關注過 UFO 或者神秘學，你一定聽過他的名字。他不僅是《紐約時報》的暢銷書作家，還是蓋亞電視台揭露宇宙的靈魂人物。最神乎其神的是，他一直声稱自己是美國傳奇預言家愛德加·凱西的轉世。你看他的長相，確實和年輕時的凱西像得一塌糊塗，連出生日期和星盤都對得上。大衛甚至專門寫過一本書，叫《愛德加·凱西的轉世》，詳細列舉了兩人在相貌、性格甚至生命軌跡上的驚人重合。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揭露所謂的秘密太空計劃，告訴大家地球其實一直被外星文明監控着，而人類正處於一場巨大的意識提升邊緣。但就是這樣一個一直散播希望談論太陽閃焰和人類進化的人，怎麼會突然選擇自殺呢？我們先來看看官方的說法。博爾德縣驗屍官辦公室發布的報告說，53歲的大衛·威爾科克是因為心理健康危機，在尼德蘭的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報告裡還提到了他面臨嚴重的債務問題，聽起來像是一個典型的成名後的落魄者悲劇，對吧？但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他死前的最後72小時，你就會發現這個劇本漏洞百出。就在4月19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大衛開了一場直播。你看，直播裡的他看起來精神矍鑠，甚至還有點興奮，是吧？他談到了自己對未來的規劃，談到了他正在研究的反重力技術，還特別強調了一點。他說，現在是一個非常瘋狂的時代，人們正在消失，科學家們正在失蹤。這有點嚇人，請注意，他當時提到的失蹤名單並不是空穴來風。根據當時的報道，確實有一批涉及核能和先進推進系統的科学家在短期內接連出事。為了讓你明白這件事兒有多嚴重，我們得先聊聊這個名單上3個人，剩下的人什麼情況，請你去翻看我前幾天的視頻。你聽過艾米·埃斯克里奇 （Amy Eskridge） 嗎？他是一位天才的航天科学家，专門研究反重力推进技術。2022年，年仅34岁的他在阿拉巴馬州被發現死于自殺，死因是頭部中彈。但詭異的是，艾米在出事前曾給朋友發過短信，明確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我出事了，那一定是別人幹的。”他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公開預言過自己的死亡。艾米的研究觸碰了能源巨頭的核心利益，而大衛·威爾科克一直在追蹤艾米的案子。他認為艾米是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接着是邁克爾·大衛·希克斯 （Michael David Hicks），他是 NASA 噴氣推進實驗室 JPL 的資深科學家，參與過著名的 DART 任務，就是那個用航天器撞擊小行星的實驗。2023年7月，59歲的希克斯突然去世，官方甚至沒有公布具体的死因。還有弗蘭克·麥瓦爾德 （Frank Mewald），同樣是 JPL 的研究員，在2024年7月離世。這些科學家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在研究那些可能徹底改变人類能源和交通方式的禁忌技術。大衛在直播裡提到的11人名單，其實就是現在被媒體稱為核能、航天11人的神秘死亡名單。而大衛作為這個圈子裡最有影響力的傳播者，他一直在試圖把這些點連接起來。他說，這不僅僅是科學家的失蹤，這是一場針對真相揭露者的系統性抹除。
你想啊，如果大衛掌握了艾米·埃斯克里奇留下的某些關键數據，或者他通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那些失蹤科學家的去向，那他是不是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釘？更讓人脊背發涼的是，大衛早在2022年就給自己買了一份保險。他在社交媒体上公開發帖說：“我計劃活着，我一點自殺傾向都沒有。我只是擔心，當你證明上帝是真實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句話現在看來，簡直就像是一份跨越時空的預告。一個反覆強調自己不會自殺、熱愛生命，且正處於事業和研究關鍵期的人，怎麼會在發出警告後的第二天就因為抑鬱自殺呢？這邏輯通嗎？我們再來看看大衛最近在折騰什麼。他一直在談論一個叫太陽閃焰 （Solar Flash） 的概念。按照他的理論，太陽即將釋放出一股巨大的能量，這股能量會徹底改变地球的磁場，甚至觸發人類 DNA 的進化。他說這不是什麼末日預言，而是一場偉大的提升。他認為那些掌握權力的精英階層非常害怕這種進化的發生，因為一旦人類的意識覺醒，現有的控制體系就會土崩瓦解。所以他們必須在閃焰到來之前清理掉所有像大衛這樣試圖喚醒大眾的人。大衛還一直堅稱自己是愛德加·凱西的轉世。凱西是誰？那是美国歷史上最著名的沉睡預言家。他在催眠狀態下給出的成千上萬條關於醫療、歷史和未來的建議，至今仍讓科学界感到困惑。大衛認為，他繼承了凱西的使命，要在21世紀引導人類走向原廠的真相。他寫的《原廠調查》和《同步键》等書，試圖用量子物理、古代預言和生物學來證明，宇宙其實是一個充滿意識的整體。他經常引用一些前沿的科学實驗，比如巴克斯特效應證明植物有情感，或者 DNA 幻影效應證明真空不空，以此來構建他的宇宙觀。這種理論在主流科學界看來是瘋話，但在那些渴望真相的人眼中，大衛就是那個拿着火炬的人。在大衛的職業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他與科里·古德 Corey Goode 的合作。他們一起在揭露宇宙節目中詳細描述了一個龐大的秘密太空計劃。科里聲稱自己曾作為20年服役並回歸計劃的一員，在月球和火星的基地工作過。他們談到了所謂的藍鳥人 Blue Avians， 一種來自更高維度的生命，正在幫助人類抵禦負面外星勢力的控制。雖然這些說法听起來像科幻小說，但大衛總能找到一些解密的政府文件或者古代神話来作為佐證。這種虛實結合的敘事方式讓他擁有了極其忠誠的粉絲群體。但就是這樣一個拿着火炬的人，卻在尼德蘭那個寒冷的早晨熄滅了。尼德蘭是科羅拉多州一個風景優美但相對偏僻的小鎮。大衛選擇在那裡隱居，或許是為了躲避某些視線，但最終他還是沒能躲掉。警察接到心理健康危機的報警電話，趕到現場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官方報告裡提到的財務壓力也讓人懷疑。作為一個擁有數百萬粉絲、出過暢銷書、在各大平台都有高額流量收益的人，大衛真的會因為缺錢而自殺？你相信嗎？還是說他的賬戶被某些力量凍結了，以此來制造他走投無路的假象？大衛的死在 UFO 社區引發了巨大的震動。他的老搭檔科里·古德雖然之前和他鬧翻了，但在消息傳出後也表現得非常震驚。很多粉絲在網上留言說，他們不相信官方的自殺結論。他們想起了波音公司的吹哨人約翰·巴內特，同樣是在準備作證的關鍵時刻被宣布自殺。這種模式是不是太熟悉了？每當有人準備揭露那些足以撼動權力根基的真相時，他們就會突然陷入抑鬱，然後選擇自殺。其實，大衛·威爾科克的一生都充滿了爭議。有人覺得他是拯救人類的先知，也有人觉得他是個滿嘴跑火車的騙子。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確實讓數百萬人開始思考宇宙的真相，開始懷疑我們被告知的歷史。他常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意識構成的原廠中，每一個人都有改變現實的力量。他認為人類的集體意識正在覺醒，而這種覺醒是無法被阻止的。現在，這個一直教大家如何提升的人走了。他的死到底是像官方說的那樣，是一個被債務和抑鬱壓垮的凡人的悲劇，還是像陰謀論者擔心的那樣，是一個真理捍衛者被黑暗勢力抹除的代價？在尼德蘭那個寒冷的早晨，
當警察接到心理健康危機的報警電話趕到現場時，他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冰冷的軀殼。但對於全球數百萬追隨者來說，大衛·威爾科克的死更像是一個信號，一個關於大揭露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的信號。如果大衛真的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艾德加·凱西的轉世，那麼按照輪迴的邏輯，他或許已經完成了這一世的任務，去往了更高的維度。但留在地球上的我們，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更加撲朔迷離的現實：那些失蹤的科學家去哪兒了？大衛最後提到的那個嚇人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在這個信息爆炸卻又真假難辨的時代，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從官方渠道得到真正的答案。但大衛留下的那些書、那些視頻，以及他那句"我計劃活着"的宣言，會像一顆釘子一樣，死死地釘在那些試圖掩蓋真相的人的心裡。你覺得呢？大衛·威爾科克是真的死於自殺，還是因為他觸碰了某些不該觸碰的紅線？在這個 UFO 解密的關鍵時刻，他的離去到底意味着什麼？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我們一起探討。最後，不管你信不信他的理論，大衛·威爾科克都用他的一生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永遠不要停止提問，永遠不要盲目接受被餵給你的真相。因為在這個宇宙中，最驚人的秘密往往就藏在那些被我們視為瘋狂的想法背後。